我次次都強調油嘅重要性。咁今日我哋要睇，如果同一樣嘅食物有加油同埋冇加油，對血糖又點呢？我哋都會睇睇餐後有散步同埋餐後淨係坐住嘅話呢，對我哋血糖有咩影響？咁今日我又嚟吉手指揾出答案。喺出邊食嘅時候，有咩方法可以更好嚟控制血糖呢？我今日喺出邊食嘢嘅一人實驗，就係叫做揚州炒飯同埋蛋撻。首先我哋嚟睇睇餐後少動同埋冇加油。我餐前嘅空腹血糖係5.1，然後我就食咗大約5-6成嘅飯，為咗 make sure 我呢一次嘅實驗呢係食翻同一樣嘅分量。因為我知道我平時加油嘅時候呢就食唔到成碟飯，咁我就計咗啦，食唔晒嘅飯嘅分量係大約6羹。咁呢度食唔晒呢，就擺一邊留俾老婆食。之後呢，我再食半個蛋撻。食飽之後呢，我又唔係即刻坐住唔喐，又行一陣啊，好似去 car park 咁樣啊，或者係車等老婆買少少嘢，同埋冇抱住 BB 等等啦。咁呢過咗2個鐘再測血糖，我嘅血糖係9.1。咁其實餐後血糖又係應該幾多呢？我哋睇睇呢個表，俾冇糖尿病嘅人呢，餐後血糖最好要低過8；俾糖尿病患者嘅話呢，最好係要低過10。所以俾我一個冇糖尿病嘅人，我應該要喺8以下。咁我而家係8以上啊嘛，但係唔代表我有糖尿病或者糖尿病前期。我其他 video 已經解釋過啦。其實咧有好多甚至冇糖尿病嘅人，餐後都會超標嘅，只係自己唔知道啫。就係因為咁咧，所以會慢慢產生胰島素抵抗。咁我第二個實驗咧就係餐後少動同埋又加油。我食翻一樣份量嘅揚州炒飯同埋半個蛋撻，但係呢一次我有額外加咗8羹嘅 EVOO。我飯前嘅血糖咧係5.1。跟住咧食咗2個鐘咧，都係一樣坐多過行嘅。咁結果我血糖係8.2。咁大新個實驗咧係餐後多動同埋冇加油。我飯前嘅血糖係4.9，咁都係一樣食咁多嘅飯同埋加半個蛋撻。咁呢一次食飽咧就行下超市，我會抱住 BB 啦，同埋我又孭住書包。過咗2個鐘咧，我血糖係7.4。咁 number 4嘅實驗咧就係餐後多動同埋又加油。餐前血糖係4.6，咁呢一次係加咗8羹嘅 EVOO， 之後咧又行咗大約2個鐘，呢一次個血糖咧係最低嘅，係6.1。咁頭先嘅結果咧，全部都可以喺呢個表見到。有加油冇加油嘅分別咧係大約1，分別好似唔係好大，但係有加油嘅2餐咧，我真係食得飽。冇油撈飯其實係唔夠食嘅，食咗好似等於冇食過咁，好似蝕牙啦。所以如果真正要食得飽嘅話咧，肯定會食晒成碟嘅揚州炒飯。咁呢2個冇加油嘅 column 嘅血糖咧就會更高啦。所以有加油咧真係可以減慢血糖嘅上升，同埋你唔使食咁多嘅 carbs。另外咧，based on我嘅經驗，如果食得多飯嘅話咧，就算係食得飽，一好快肚餓，第二飽足感唔夠，第三好容易眼瞓。所以咧大多數過咗一陣咧就好想食甜品，食下下午茶，買下嘢飲，或者你可以連續幾日食低脂，但係咧就搞到自己暴飲暴食。低脂嘅食法唔係唔可以減到重，但係會減到好辛苦。好多 client 同埋朋友咧都有一樣嘅經驗，所以你喺出邊食嘅時候咧，你可以隨身帶住一細樽嘅 EVOO 加入你嘅食物入邊，嚟幫你控制好你嘅血糖。有啲人想知道喺揚州炒飯加8羹嘅油，呢一種食法係咪會食得太多油？8羹嘅油咧係大約40 gram， 一個正常食飯嘅羹咧大約有5克油。我唔係話緊嗰啲 baking 嘅湯匙，因為咧嗰一個 tablespoon 咧係15 ml， 是大約14到15克。一餐入邊有40克油咧，其實係好正常嘅。呢一種食法咧係比較接近低碳飲食同埋地中海飲食 Mediterranean diet。呢2種飲食嘅油脂攝取量係大約總熱量嘅40到50%。根據我嘅身高體重，一日嘅 calorie 係大約2100。如果我計50% 嘅熱量係來自油嘅話咧，咁每日嘅油脂攝取量係2100乘 0.5 再除9，除9係因為1克油有9 calorie，所以咧計出嚟咧係大約一日120克油。所以咧一餐入邊有40-50克油咧，對於我嚟講真係唔係好多。我為咗拍呢個片咧，我先會計我落幾多羹油，都係要俾大家睇睇落油嘅時候大約要落幾多。因為而家好多人睇咗我 video 咧，知道油係好嘅，又識揀好嘅油，但係咧依然唔敢落，淨係淋幾滴喺飯上邊。By the way，我呢種食法咧唔係生酮飲食，生酮飲食嘅油脂咧係總卡路里嘅70%。仲有如果生酮飲食嘅話咧，就當然唔會食飯啦。
真係唔使咁擔心高熱量，因為如果你食得夠飽同埋夠滿足嘅話呢，食飽後你會冇咁口痕，想食甜嘢或者食下午茶。就算食甜嘢都好，都唔會食到停唔到口，因為就係好多次我哋食甜品食到停唔到口，就搞到攝取更多嘅熱量，仲多過你食飯加油添。咁如果喺出邊食嘅話，揀油膩嘅食物，例如油炸嘅食物，係咪對血糖控制更好呢？油炸嘅食物呢，耐唔耐食係 OK 嘅，但係呢，因為通常用嚟油炸嘅油呢，都係非常精製同埋唔穩定嘅油，大部分所炸出嚟嘅食物呢，多多少少都會有啲有害物質，所以呢，一個禮拜食1-2次就好啦。你亦都可以揀肥啲嘅叉燒啊，食雞連皮食，唔使特登撥走嗰啲肥肉。之前有個觀眾喺我 channel 留言過呢，話佢係一位糖尿病患者，佢都會隨身帶住一支 EVOO 出街食嘅喎，嚟幫助去控制血糖。咁而家我哋睇睇餐後嘅活動量，餐後你做啲乜嘢呢？對血糖都會有影響嘅喎。我做呢個一人實驗呢，之後先發覺到分別都幾大下，但係因為我係行咗接近2個鐘，而大部分時間呢都係孭住 BB 同埋書包。呢個報告有顯示呢，餐後每隔20分鐘散下2分鐘步，或者每隔30分鐘行下5分鐘，同埋淨係食飽坐住嘅人比較呢，係可以成功減大約0.7嘅血糖。食飽耐唔耐企下幾分鐘，都係比成程坐住嘅人好啲，可以減到0.3嘅血糖，真係好過冇啊！所以呢，如果你食飽之後要返 office 嘅話呢，就盡量行行企企，幫你消耗下嗰啲血糖。如果你想更有效嘅血糖控制，又可以唔使減肥減到咁辛苦，就記得唔使驚食多啲好油，仲有喺日常生活中喐動多啲啦。喺出面食嘅話呢，大多數都係以級為主，但係呢，如果喺屋企自己煮嘅話呢，我會食多啲蛋白質同埋菜啦。咁平時我會食啲乜嘢，血糖又會有咩反應？咁呢一個我喺下一個 video 分享，記得訂閱同埋撳個鐘仔啦。咁當我發新嘅影片，你就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。今日就講到呢度啦，拜。